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5月15号星期五，这一周又快过去了，下周去开普敦了，时间过得真快。今天就轻松跑了，明天早晨集体的合练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个想法，就是最近也是在和训练营的小伙伴们聊，然后评论区的小伙伴们聊，还有自己。就是我们训练的时候，给自己定一个什么目标，或者我们比赛的时候给自己定一个什么目标，然后怎么去在尽量让自己看到变化的情况下去进行它。嗨，到。啊，大哥跳着呢。可以配合周三、周四，就是昨天和前天的节目，看看今天的，就关于成绩目标、怎么训练、怎么适应。你好，你是来找我吗？我是来偶遇你的。我们没有约过，对吧？对，哎，好，我们之前有一年前有遇到过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对不起，因为1年前可能见的人太多了。对啊。这期节目大家结合昨天和前天的看，我这一期是有点长，但是我这都是外挂字幕，外挂字幕就能 AI 总结。就怎么设定一个训练和比赛的目标？我觉得其实我们练的是什么呢？练的一方面是有氧耐力，另一方面就是速度。那速度原来我总说的比较模糊，我觉得其实就是练的 LTR 乳酸阈值的配速，就这么回事儿。有氧能力这个事儿不好衡量的，因为有氧这个事儿就是耐力啊，咱们就说耐力不好衡量的。有的人跑步，其实大家如果跑5公里都差不多，然后跑到10公里，有的人就掉了，有的人没掉。有的人跑全马，可能跟你10公里差不多成绩的人，跑全马他就走路了，这就是耐力的差异。耐力这个平常的训练不好界定，怎么界定呢？我觉得就是看积累的跑量吧。你积累个5000、7000公里以上的跑量，基本上应对一场全马就不会很狼狈了。积累1-2万公里的跑量，那一场全马就可以是竞赛了，就觉得是差不多就这样。这个慢慢来，但是这个东西终归会好的，无外乎就是你快点还是慢点。但是你有氧耐力可以了，马拉松基本上就能跑下来了。那你要有成绩目标这个事儿，那就得练阈值了，提高你的 LTR。咱们就拿破3来说啊，就一般的选手，就咱们普通人、普通爱好者，全马的平均配速大概，比你的乳酸阈值的配速，就比你的 LTR 配速大概要慢，15到25秒，但是大概率啊，慢不15秒，能只慢15秒的，已经是业余中的天才了。一般我觉得很难做到。但对我来说，我差不多 LTR 3分25上下，那我的全马3分45上下，我拼一拼，我觉得我现在可以做到3分42、3分41，那也是差不多16秒，比 LTR 慢。所以大部分破3周围的选手，你就计划着要慢20秒，比较现实。那是多少呢？那差不多就是3分55。也就是说，你的目标乳酸阈值配速是3分55。那再结合周3的节目跟大家分享的乳酸阈值这个数，这配速这数怎么去自己测一测，就不看手表的，就自己测一测，测一个真的，你就可以试试。基本上就介于您的5公里和10公里的最好成绩之间。能力好一些的人偏向5公里，
能力差一些的人偏向10公里，就是能力好一些的人快一些，差一些的慢一些。但是这也不能一概而论，因为能力好的人5公里跟10公里的平均配速差不了太多。对我来说，可能差5秒或者6秒最多了。就像你看跑16分半的5公里，老说16分半，就是因为香根一传的达标线是16分半，听着还行哈，但是其实真的好难呢。16分半就是3分181公里了。那平均到操场上400米一圈是79.1秒，79秒一圈跑12圈半，不容易的。是12圈半吗？对。那咱们看回 LTR， 假设您现在马拉松成绩3:05，目标是破3，那3:05差多少呢？差300多秒，300多秒那就是每公里差了7秒到9秒，是不是？那就意味着你现在的 LTR 大概率4分03到4分06，也就是你可能全力以赴跑一个8公里，也许差不多4分04、4分05的样子吧。也有可能更快，因为8公里，没有那么长，但是差不多会落在这个范围内。那您现在要想的办法是，把您的 LTR 从4分03变到3分55。那所有的训练，因为你不管是训练营也好，还是线上找的课表也好，咱们先不管它的整个的负荷，就是有多少距离、多少强度，你就看，比方说间歇跑，它总会给你规定一个配速区间的，对不对？这配速区间用你的乳酸阈值对应的配速去算你自己的配速区间。如果你就差5分钟的话，那你其实可以激进一点，比方说你现在的 LTR 是4分05，目标是3分55，那你可以按照 LTR 事实上是4分来算你的配速区间，这配速区间要比事实上你真正的区间要快，甚至你可以直接拿3分55对标去算，然后呢，你在线上找的所有的课表都落在这个区间里去跑。一开始肯定是难的，这其实特别就跟压腿什么的是一样的，马拉松就是个适应的过程，慢慢的，你就可以追到这儿了。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，一方面有一个明确的目标，用训练去衡量自己；另一方面就是，如果没有这个，你一直在你舒适的这个区间里去跑，那进步的会比较慢，等于它无形的给你加了一个追逐的对象，就这么回事儿。我觉得我大概应该是说明白了。就像我那个时候想破240，那个时候，所有地方要求的那个 LTR， 说你至少得是333，那时候其实挺虚的，也害怕，也没有想过到底要慢多少。333现在看起来是不行了，得到330至少330以内，因为就算一步不多跑，也得跑3分47，还能240。所以你看，我经历了2年的跟队友们的速度训练，我的速度能力上来了，再加上一开始说的这有氧耐力，我积累的没问题，顺其自然的就破掉了，就这么回事儿。嘿，小伙伴们，5月15号星期五训练结束，今天轻松跑了一个16公里多，然后明天就合练了。今天想跟大家说这个话题的原因是，我6月中旬就有场地赛了。那我现在在想，有没有任何可能性把5公里跑进16分半？场地赛我觉得可能一开始难，但是路跑想先试一试，因为对我来说，路跑要比穿钉鞋在场地跑还要快，大概5公里我能快10秒。差不多是这样。场地赛那钉鞋，你穿完碳板鞋以后穿钉鞋真的不习惯，就全都得靠自己的腿。想这就是我一算，我说1630，那就是差不多3分181公里。
3分18，那400米的话就是79秒多一点点，就说79秒吧，每一圈79秒，那就按照这个目标去练。那这目标怎么练呢？那 LTR 怎么样也要从现在的3分26，或者说巅峰的3分24，变到3分20才勉强有机会。变到3分20呢，5公里冲一冲，再快2秒是有可能的。如果是现在的3分24，是断然不可能的。因为5公里已经不是一个冲刺的短距离了，还是得有，就其实是有阈值能力，很大一部分阈值能力的。所以就这么练嘛。你看，对我来说，我现在就有氧轻松加速度，然后速度的时候往前顶，争取有一天能够在哪天的6公里阈值上能够跑到3分20，跑到3分20，那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3分20就是整整20分钟一个6公里。现在现在我的最好成绩差10几秒，正常成绩差20几秒。现在我能跑20分20左右。行吧，那就这么着。最后还是祝大家呢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